老板就一定要读书吗？读书这件事对于老板来说意义又是什么？不管是身边还是网上都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某某小学毕业就靠着拼劲和闯劲赚了几百万几千万成为富豪，读了大学读了硕士有什么用？给富豪打工拿几千块钱还不如人家小学毕业的。读书过时了。身为老板，每天工作忙得跟狗一样，哪有时间读书？有这个时间不如多走访客户，多赚点钱才是正道。读书是学者、科研人员、教师的事情，和老板没多大关系。但这是真的吗？首先澄清一个事实，靠着小学文化成为富豪的案例并不是普遍性的案例，也就是说，这不是大概率事件。日前，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1全国研究生调查报告显示，毕业生的薪酬水平与其学历层次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学历越高，收入也越高，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读书少反而才成富豪。马云，杭州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王健林，辽宁大学本科学历；刘强东，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这些中国的富豪没有一个低学历的。那小学、初中水平的人为什么能够成为富豪呢？这是因为这种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是新闻奇事，这种事件容易吸引眼球，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被传播开来。但并不等于小学文化的就能成为富豪。但很多人因为新闻报道而误解了，并觉得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过时了。看到身边很多人投机倒把，不读书也能赚到很多钱，就开始效仿别人。但他不知道的是，别人可能是靠着时代的红利，靠着运气抓住了一个机会而致富的，这样的成功并不具有可复制性，所以到了自己这里就节节败退，一败涂地。这就是不读书造成的认知偏差。即使你靠运气赚到了钱，认知没有提升，依然会把到手的钱送出去，成为绿油油的韭菜。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老板不仅要读书，而且要读大量的书，要长期读，要往精里读，往深了读。在我们老板启示录课堂上，我们要求老板不仅要读商业书，还要读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数学以及传统文化类等经典书籍。我们经常整理书单推荐给老板，在我们的带动下，很多老板拿起了书，开始了学习。这些书不仅让我们洞察世事，还能提升我们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修养。每一次读书都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洗礼，每一次读书都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开出灿烂的花朵。人与人最大的不同是思想的不同。读书学习是我们与他人拉开差距最好的、最低成本的工具。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品格不会坏到哪里去；一个品格好的人，人缘不会差，运气不会差。如果老板具有良好的品格，然后顺势而为，按照天道和规矩做事，好运自然常来。自古至今，读书都是一种努力改变命运的最好方法。不能怪读书改变不了命运，只能怪你自己不够努力，读得不够多，不够精，不够深。曾国藩曾言：吾不望代代有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教之旗帜也。所以说，老板不仅努力赚钱，更要努力读书。为什么很多老板虽然不喜欢读书，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远见和做事方法却远超常人？我们思考任何问题都要回到原点思考，这样才能直击本质。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无非搞清楚两个核心问题：第一，读书的本质是什么？第二，读书跟远见、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下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读书的目的，为了获得高质量的信息以及知识，这就是读书的本质。但读书并不是获取高质量信息或者知识的唯一手段。
比方说马云就不爱读书，马老师有多不爱读书？我说3个小细节，你感受一下。第一个细节是，有一回财经作家吴晓波去采访马云，发现马云办公室里连书架都没有。第二个细节是，有一次在央视访谈节目上，马云公然说，凡是办公室里放书的老板，10个里面8个是骗子，结果还被王健林和柳传志对了一顿。第3个细节是，马云每年年初都吹牛逼说今年要读1000本书，然后四处找人给他开书单。阿里的员工在内部论坛上给他开过书单，高晓松给他开过书单，结果马老师都没咋读过。所以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马云是真不爱读书。可问题是，身为阿里的掌舵人，不爱读书的马老师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毕竟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对于做决策来说极其重要。虽然马老师曾经被喷得厉害，但客观来说，马老师的几次战略决策做得还是不错的。比方说押宝做支付宝，将淘宝从 PC 端转向无线端，力排众议布局阿里云等等。虽然马老师不爱读书，但是马老师爱交朋友，爱跟人聊天。马老师的这一特质在创立阿里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这才让他结识了来自美国西雅图的外教比尔阿霍。比尔打开了马云在互联网方面的认知天窗，成为马云的创业引路人。功成名就之后，马老师还是喜欢坐着私人飞机满世界跑，认识了不少名人、政要、科学家。通过跟这些人聊天，马老师学习到了最前沿、最鲜活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和知识的浓度之高，价值之大，远非任何书籍可以涵盖，更是普通人一生都无法触及的。所以就算马云不读书，他依然可以吸收到全球最顶级的信息和知识。我认识的一些老板也不爱读书，但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比方说我认识的一个河南的老板就是其中的神人。这位老板60来岁，每年公司营业额15、16亿，一路上培养了不少的千万富翁。神奇的是，这位老板是小学毕业，也不爱读书，但他硬是凭借商场里一路硬核拼杀，总结出来一套自己的管理心法、驾驭之术和生意之道。那套东西我看过，跟很多经典的管理理论、领导艺术和商业理论不谋而合，他不知不觉摸到了大道。他就是典型的行先于知，凭借先知先觉的悟性和强悍的行动力，完成了自身的认知升级和知识迭代。他读的不是书本，而是事实。再比方说，我认识的一位陕西的老板，他也不爱读书，但是他特别爱混圈子，什么 MBA 班、总裁班、高端付费社群，他一个没落下。更牛逼的是，他公司70%的业务都是靠混圈子搞到的。我还专门问过他，混圈子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说，一方面混圈子让他结交了人脉，另一方面让他有机会接触很多行业的一手信息和机会，而这些信息和机会都是千金难买。他读的也不是书本，而是行业高手，他读的是人。读书并不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唯一手段，除了读书之外，如果你有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手段，并非一定要通过读书来学习，不管他是跟人聊天、实践还是混圈子。这是很多老板就算不读书，却依旧可以获得高质量信息和知识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读书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式。可惜的是，很多人要么懒得读，要么不会读。下面说第二个问题，读书跟远见、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之间是什么关系？远见、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其实是3个不同的东西，分属于不同的逻辑层级。简单来说就是，思维方式大于做事方法大于远见。1. 思维方式跟一个人的大脑神经元结构以及后天的刻意练习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是7分天注定，3分靠努力。除非你把读书变成刻意练习思维方式的手段，否则它对思维方式的完善就会比较有限。拿我自己来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意识地练习自己结构化的思维方式。怎么练习？通过上切、下切、横容3种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为知识点找到底层逻辑，
找到应用场景和进行横向创新。底层逻辑是指看到一个信息或者知识，一定要搞清楚它为什么会发生，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应用场景是指学到一个知识点之后，一定要想明白它在什么场景之下可以使用，为每一个知识点寻找至少3种以上使用场景。横向创新是指你学到的这个知识点跟你现有知识点如何杂交、融合并产生化学反应，当它嵌进你现有知识版图以后，它就拥有了生命力。每一个知识点经过3重剪裁之后，就会在我的知识版图找到一个位置，有了位置就有了根，有了根就有了向上生长的能力。这样一来，我就不仅练习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可以更好地吸收知识。很多老板虽然不通过读书来练习自己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们是在生意场上真刀真枪地磨练的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且在生意场上的磨练显然比读书来得更加真实有效。毕竟读书不思考不会直接亏钱，但是做生意不思考就会。2. 做事方法，也就是一个人的成事方法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掌握的系统知识，它属于高阶知识，是知识跟知识之间的连接。这里的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读书只能获得显性知识和零散知识，它并不能让一个人直接形成自己的做事方法论。比方说，很多行业小白选择开奶茶店，就是因为觉得奶茶店投资小、毛利高、门槛低，这就是只看到了奶茶生意中的一个点，他们没有看到单点背后的成本结构、竞争格局和流量压力。而行业老手往往会看见单点背后的线、面、体，所以他们把一门生意看得更透彻、更全面。行业小白跟行业老手的区别是，同样遇到一个棘手问题，行业小白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问题，而行业老手却有100个方法搞定问题。行业老手往往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赚钱方法和做事方法，而行业小白没有。而行业老手的做事方法论，可不是从书本上看来的，或者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而是在生意中摸爬滚打养成的体感，在商海浮沉中练就的精明。所以，同样操盘一个项目，行业老手可以玩得风生水起，行业小白却赔得一塌糊涂。有一个老板跟我说过，同样拿着1万块钱，他就可以买到既便宜又好用的原材料，但是其他人就做不到，因为这是他这么多年养成的手感。手感，一个很玄乎的词，其实这就是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没法直接表达出来，但很多时候他们却成了决定一门生意的关键。做事方法论没法光通过读书获得，它需要你在生意中不断去磨练、总结和进化。它需要你把零散的知识串成一个系统，形成自己的套路。它需要你在生意中去发现那些书本上没有的隐性知识和赚钱密码。每个老板不见得是读书高手，但肯定是做事高手，所以他们有一套远超常人的做事方法论。只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3. 远见来自洞察力，它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可以明确地说，光读书是没法获得好洞察的，因为洞察力这玩意儿要在心性、信息、知识、思维方式、能力、决策模型的共同交合之下才能诞生。可以说，读书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比较小的。如何才能拥有洞察力？去除我执，高质量的信息、结构化的知识以及智慧，可以帮你拥有洞察力。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知道为什么有些老板不读书，但思维方式、远见、做事方法却远超常人。荀子在《劝学》中说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的资质秉性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读书学习。东汉末年名将的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为由，不愿意读书学习。东吴大帝孙权便苦口婆心劝学，你说军务繁多，谁像我？我经常读书，自己觉得获益很多。于是吕蒙开始读书学习，没多久便让自己的才干和谋略都大幅度增长了。鲁肃见了大吃一惊，对吕蒙说：
人读书就是不一样，才分别几天，就要对你重新另眼看待了。由此可见，读书学习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一个人的能力，使人赢得更多尊重。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读书论》中所总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人的软实力变强大了，更加具有社会竞争力，自然而然机遇也多了。企业家李嘉诚是和何鸿燊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一个是香港首富，一个是澳门首富，但是两人都非常看重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越是成功人物，越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李嘉诚曾经在1分钟自我介绍视频中说道：我12岁就开始做学徒，还不到15岁便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在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当时自己非常清楚，只有我努力工作和求取知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有一点钱就去买书，记在脑子里面，才去再换另外一步。到我今天来讲，每个晚上到我睡觉之前，我还是一定的看书。知识不决定有财富的增加，但你的机会更加多了，创造机会才是最好的途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知识不一定可以直接创造财富，但是它能够给人带来新思想、新知识，继而赢得更多好运和机会，而机会多了，成功的概率自然也高了。所以说，不分都高低贵贱，不分年长年幼，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老者，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读书学习对于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正所谓是活到老学到老，有了知识保驾护航，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丰富而多彩。越是成功人物，越懂得读书的重要性。第一，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你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以不学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每一次深入洞察都是对知识的探索，每一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能磨砺我们的文采。学问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它广泛蕴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那些微妙的人际互动，那些看似平常却又充满智慧的日常琐事，无不是我们学习的课堂。你或许可以选择不读书，不翻阅那些充斥着文字的页面，但你必须学习，因为学习不仅是对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对生活深度参与的态度。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好奇探索，还是对人类社会的深入理解，学习都能赋予我们更深层次的认知。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无穷的知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当我们用学习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时，往往会发现它们背后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奥秘。这种发现的过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库，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尊重。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它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不断的学习中，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人相处，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自我，如何在挑战与困难面前坚持和勇敢。这些都是书本上所无法教授的人生智慧。因此，即使你选择不通过书本来学习，也要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知识和智慧。不论是从大自然中学习生生不息的规律，还是从人际交往中领悟相互理解与尊重的重要性，或是从自身的经历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最终，我们会发现，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最好的书，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书中的主角。通过不断学习和体验，我们能够更加丰富多彩地演绎自己的生活故事。记住，你可以不读书，但你绝不能停止学习，因为只有不断学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间的洞明，才能书写自己生命中的华丽篇章。第二，博学者往往正确，但行动者才能成功。你要做个行动派。知识的海洋虽广阔无垠，但仅仅沉浸于知识的探求，并不能确保我们达到成功的彼岸。博学之人，他们的智慧如同灯塔，在迷茫的夜晚指引方向。然而，光靠智慧的指引而缺乏行动，就犹如拥有了地图却迟迟不启程。真正的成功，
往往属于那些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行动派，一个敢于将梦想付诸实践的人，在知识的基础上迈出勇敢的步伐，将那些理论和想法变为具体的实践。不要害怕前路的荆棘和未知，因为只有通过实际行动，你才能真正的学习、成长，甚至超越那些仅仅满足于书本知识的博学者。行动是知识的最佳试金石，它能够检验理论的真伪，锻炼个人的能力，更能够帮助你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真正的行动派不仅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记住，行动是成功的关键，它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行动中，你会遇到挑战，也会经历失败，但这些都是通往成功必经的道路。每一步实践都是对理论的深化和完善，每一次尝试都是向着目标迈进的坚定步伐。因此，当你拥有了知识，不要止步于此，要将这些知识化作你前行的动力，将理论变为现实中的行动，成为一个真正的行动派，让你的知识和智慧在现实世界中绽放光芒。记住，博学者虽然往往正确，但只有行动者才能真正的成功。你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勇敢的行动者，用实际行动书写自己的成功故事。在这篇论述的尾声，我们得到了2个深刻而又宝贵的启示。首先，学习不仅仅是阅读书籍，更是一种深入生活、认识世界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寻找智慧，从每一个人际交往中提炼经验，从每一个挑战中汲取力量。其次，知识本身虽然宝贵，但只有当我们将其付诸实践，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成功不仅仅属于那些博学之人，更属于那些敢于行动，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人。这2个启示向我们展示了学习与行动的重要性。我们被提醒，要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学习的机会，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同时，我们也被鼓励要勇敢地将这些知识和经验应用于实际生活中，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完善我们的理解。最后，无论你身处何种环境，无论你面对何种挑战，永远不要停止学习，永远不要害怕行动。记住，真正的学习不仅仅发生在书本上，它更多的是在生活的实践中。而成功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行动的结果。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勇敢学习、勇于行动的人，用我们的知识和行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